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24日啊！即係好多人話移民咧就為屋企人，有啲人就話移民為下一代。咁但係最痛苦嘅就係咧，即係你移咗民之後咧，面對住生老病死嗰種無力感、嗰種孤獨感咧，我諗係難以言喻嘅。嗱，我記得咧，我4年前咧剛來到冇耐嘅時候咧，喺倫敦，咁就係見到一個媽咪，而家香港人啦，帶住個女，我諗初中啦。咁咧，佢同我傾偈，然後咧就話要影相啦。影完相之後咧，佢話佢先生咧生前啊好喜歡聽我講嘢嘅。我聽到之後咧，即刻眉頭一皺啦，心頭一震。咁佢就慢慢解釋，佢就話咧，原來嗰陣時 COVID-19 啊嘛，就係佢嚟咗之後3幾個月咧，佢先生就走咗啦。咁啊，留下咗佢同埋佢個女，咁啊都要好好面對生活㗎。咁啊，唔知佢而家會如何啦。但係我好深刻嘅印象。咁另外一單新聞咧，我都好深刻嘅，就係喺溫布頓啦。咁嗰個地方我有時揸車都會經過啊，就係咧有一架車咧就失控啊，結果撞入咗間學校，喺校門咧就撞死咗個女同學。嗰個女同學咧就喺校門裏邊咧個空地度玩緊嘅，結果就係個車無端端衝入去撞死佢。佢都係香港女生嚟嘅，即係呢啲係天降橫禍啊，完全係無法避免嘅。咁啊，今日亦都係啦，睇到一單新聞，我都覺得心裏邊咧好不是味兒。心裏邊亦都覺得好難受，就係見到一個咧喺蘇格蘭嘅香港移民嘅家庭嘅小朋友，11歲啫，11歲就應該係讀緊5、6年級咁上下啦，讀小學啦。佢咧就係踩單車翻學。咁我話即係新聞裏邊睇到佢哋嘅學校，睇到佢嘅地址，睇到佢撞車嘅地方，我就查一查啦。真係發覺世界係可以咁唔公平喎，咁唔合理喎。佢踩單車撞車嘅位置，距離佢學校大門呢，只係得1分鐘左右嘅路程嘅。短短1分鐘嘅路程呢，就竟然係殺手人寰。即係一個5、6年級嘅小朋友踩單車翻學放學，竟然喺踩單車翻學嘅過程裏邊係俾呢個嘅貨車司機撞死。呢個貨車司機呢，係剪過佢嘅身體嘅，咁結果呢，因為上咗法庭啊嘛。其實呢件事咧就舊年嘅事嚟噶，咁啊最近又上咗法庭，咧你發覺咧嗰個判決啊引起好多人嘅議論，呢個議論咧唔單止係香港人嘅議論啦，仲有啲本地人嘅議論，即係判得太輕啊嘛！呢個29歲嘅男司機，29歲嘅男司機咧竟然咧係撞死咗個11歲嘅小朋友，即係原因係因為咩咧？佢轉彎嘅時候咧冇睇清楚，結果咧就撞死佢。咁但係法官係輕判佢，只係判咗咧133小時嘅 unpaid work 社會服務啊，同埋咧係停牌12個月。呢個令人哋咧覺得係相當之唔合理嘅，因為判得太輕。咁我上網咧睇 Facebook 咧呢個新聞咧，好多嘅本地蘇格蘭嘅留言者或者英格蘭嘅留言者都認為呢個判決係太輕啊嘛，輕到係不合理喎。呢個你撳一撳裏邊咧留言咧，大家都覺得好憤怒啊！點解可以咁輕嘅咧？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呢個係 accident 嚟嘅，純粹係意外。咁點解咧？法官咧其實有解釋嘅，因為呢個司機當時咧揸車之前，其實喺個閉路電視裏邊咧多次影到佢係用個電話嘅，唔專注啦多次係用個電話唔專注，但係撞死人嗰刻佢就冇講電話。如果撞死人嗰刻佢係用緊電話或者講電話咧，咁佢一定係判重罪嘅。咁但係咧佢撞死人嗰刻就冇。咁而咧。嗰個法官都話啦，佢撞死人係因為佢冇睇清楚，但係咧個法官亦都指出咧，嗰個小朋友咧11歲嘅小朋友亦都有一定嘅責任啦，冇留意到路面，因為點解咧？喺嗰個實際嘅環境裏邊喺我啲新聞影片裏邊或者新聞嘅照片裏邊睇到咧，嗰個轉彎位置、轉左位置咧，剛好就係有一啲嘅樹叢喺度，所以咧轉彎嘅時候咧，嗰個司機係睇唔到左邊。咁而嗰個細路仔咧就可能咧有個十字路口嘅地方，咁就喺呢個交通意外咧就撞到，而且撞到咧就捲咗入車底。咁呢個亦都係相當不幸。咁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咧就引申到啦，因為有好多嘅移英群組都可能係討論呢件事啦。大家覺得係唔公平唔公道，點解撞死人只係判停牌12個月？咁判停牌12個月都算啦。之前有一單香港嘅新聞涉及到一個香港嘅移英嘅教師喺倫敦度住，上去呢個嘅 Sheffield 探朋友，咁結果咧就係因為揸車咧撞死咗人。佢揸車嘅時候咧冇專注，分神就撞死咗一個本地白人嘅男士。
結果咧佢就被重判坐2年監啦。一個33歲嘅香港男子結果咧就係撞死人要判2年監，咁啊而且停牌6年喎。咁所以有好多嘅移英群組嘅香港人都覺得唔公平，香港人撞死人就要坐2年監，係咪？本地嘅白人撞死香港人咧就唔使坐監，咁即刻咧馬上咧就認為係種族歧視啦，係有呢個嘅敵意嘅。咁到底係咪咁樣咧？咁我哋即係討論任何問題咧，最切忌嘅就係 jump to conclusion， 或者一開始已經有一個 conclusion， 咁你之後討論問題咧，你就好容易上升到你想得出嘅結論嘅。咁我哋唔知喎，咁有啲人就話喂，你講咁多都係想洗白英國冇歧視啊，咁呢個就係你有 conclusion 啦，然後就 jump to 咗 conclusion， 然後再去思考問題。咁我哋思考問題就要睇翻嗰件事個可比性係乜嘢，嗰個原始嘅問題喺邊度？因為咧喺嗰個33歲嘅移英嘅教師咧撞死咗人。嗰個法官咧就講話，哎呀，痛失家庭痛失咗家庭嘅支柱，對呢個受害者咧係帶嚟無限嘅傷害。但係今次咧就冇著墨到係呢一個嘅11歲嘅小朋友。其實 BBC 有報導，咁呢個移英家庭咧11歲嘅小朋友 Thomas Wong 應該係個家姐嘅，因為佢嘅爸爸嘅嗰個聲明裏邊咧就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弟弟，係家姐親愛嘅弟弟。咁佢應該係有個家姐啦。咁而佢個學校咧，亦都係發咗聲明啦。呢個對學校嘅師生咧，亦都係帶嚟相當大嘅打擊嘅。其實法官咧，亦都有提到對呢個小朋友嘅不幸啦嗰種情況，咁有提到嘅。咁但係咧，我哋翻去嗰個移英港人教師點解要判重嘅時候，點解呢個白人判輕嘅時候，我哋就要比較翻當時實際嘅路面情況。嗱，呢個就係 Sheffield。嗰個移英教師行嗰條路撞死咗對方，對方係踩單車，同今次咧呢個嘅 Thomas Wong 小朋友咧踩單車嘅情況一樣嘅。咁但係咧嗰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呢一條嘅路，嗰個香港移英教師係逆線行車，因為逆線行車咧就迎頭相撞咗對面嗰個單車。咁逆線行車咧，嗱呢度睇呢條線啦，呢條係一條實嘅白線。咁所以咧，如果係由呢個實嘅白線嘅右邊跨過去左邊啦，就係逆線行車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佢由左邊跨去右邊咧，咁呢個可以避一避啦，避一避側邊嘅動物啊，或者避一避側邊嘅死車或者單車咧，呢個係合法嘅。但係嗰個右邊跨向左邊咧，就肯定係非法嘅。如果你非法地駕駛你嘅車輛撞死人，梗係罪加一等啦。所以咧，呢個之前嗰個移英嘅教師33歲判2年咧，其實判2年，我認為都係輕嘅。如果你係唔遵守交通規則，危險駕駛而導致他人死亡啦，應該係要判得更重喎。所以從呢個嘅 Sheffield 個事件咧，你見到佢判2年都係輕判嚟嘅。喺英國而家咧，目前嗰個司法系統啊，好多嘅案件都係輕判，因為監獄擠迫啊嘛。咁所以咧，英國嘅罪犯啊，即使係嗰啲搶劫入屋爆格啊，甚至乎係呢個街頭搶電話嗰啲咧，都係判得好輕嘅，就係因為司法系統崩潰咗啊嘛。咁所以咧，其實當日咧就係判呢個嘅2年咧，我本人認為都係判得輕嘅，因為你係導致到一個人無辜地死亡，而係因為你非法地唔係不小心駕駛，係危險駕駛。而今次呢個事件咧，嗰個垃圾車司機。嗱，即係佢唔係垃圾司機，佢係垃圾車司機，佢真係倒垃圾嘅嗰個車。咁佢真係倒垃圾嘅時期咧，就係因為個司機可能分神啦，或者咧根據個法官睇到閉路電視嘅講法，其實就係因為有草叢遮住喺呢度咧有一個大嘅草叢遮住。咁呢個草叢遮住咧睇唔到佢轉左嘅時候，有一個小朋友衝咗出嚟。咁而個小朋友咧，可能都要負上部分嘅責任。個法官係如是說因為佢都應該要留意到路邊嘅環境。咁當然一個11歲嘅小朋友自己踩單車翻學咧，呢個都係英國嘅風氣嚟喎。英國我見到我哋嗰啲附近嗰啲同學，即係細路咧，8、9歲亦都自己行翻學踩單車翻學嘅喎，都普遍嘅喎。即使咧係阿媽跟住咧，佢哋踩住單車或者係嗰啲滑板車，可能都係即係肯定阿媽行路係唔夠個仔個女踩住滑板車或者單車快噶嘛，都可以隔好大距離。佢哋英國人咧普遍係即係掉以輕心嘅對小朋友普遍係讓佢哋即係自由成長。呢個其實幾似我哋80年代香港嗰種風格啦，咪讓佢哋自己解決咯。喺英國咧，獨留兒童喺屋企咧都普遍喎，獨留狗隻喺屋企咧可以被告約束喎。
但係獨留兒童喺屋企咧都普遍喎，就唔係好似美劇嗰啲咁咧，一定要揾嗰啲 babysitter，就唔係喎，英國都多嘅喎。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不幸嘅地方，我哋亦都要藉住呢個不幸去即係注意小朋友安全啦。雖然你話1分鐘嘅路程，但係冇大人睇住自己踩緊車咧，都係危險嘅。咁但係 anyway， 對於呢個皇家 Thomas Wong 嘅家庭咧，我都係表示深切嘅慰問啦。喺而家呢一刻咧，法官雖然輕判咗佢，咁但係我又留意到呢一個人咧係代表咗一間咧大型嘅公司係揸呢架垃圾車嘅。其實刑事嘅追訴你冇辦法追究到佢啦，但係民事其實你可以追究到。咁呢個29歲嘅白人男司機當然可能冇錢賠啦，但係佢背後應該係有工會喎，工會好可能咧係會幫佢咧有保險，甚至乎呢間公司自己背後咧亦都有一個龐大嘅保險，可能咧你就可以透過民事嘅索償，民事索償當然唔能夠挽救到一條生命啦，但係至少可以咧係令到對方係要付出代價，要令到對方咧係有一定嘅警惕，以後係要更加小心揸車。呢間公司亦都有責任去監督啲司機，唔好再喺揸車開工期間即係分神啦、玩電話啦，咁所以 Thomas Wong 嘅屋企人咧，即係除咗對你嘅深切慰問啦，咁呢一個民事追討嘅權利咧，我諗你如果可以諮詢律師或者專業嘅法律意見咧，我相信起碼就可以公義啦，獲得一定嘅追尋呢個係重要嘅，所以真相咧唔係話俾你揾到一點嘅，真相我哋可以繼續追尋落去，可以透過民事個索償睇下會唔會有更多人需要負責任。OK， 咁所以睇到呢單新聞，我覺得係不幸嘅咁另外一個亦都係美國嘅新聞咧，亦都係移美嘅家人啦。咁佢阿媽媽就係意外走咗，留下子女嗰單，亦都係令人哋感到好傷感。咁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OK， 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like、subscribe、share。Patreon 同 YouTube 嘅 members 都係歡迎大家加入，拜拜。